东方女战神张伟丽，一个让各国拳王颤抖的六边形女战士，亚洲人玩不转 UFC。这曾是西方格斗界傲慢的真理，直到一个身高 1.63 米、体重52公斤的河北姑娘，用一双铁拳轰碎了所有偏见。她叫张伟丽，绰号马格南，不是女版康纳，而是全球 MMA 史上首位亚洲 UFC 冠军，一个让对手胆寒、让观众窒息的六边形战士。从北漂打工妹到世界顶流拳王，她用无常史诗级胜利向世界宣告，中国女性的拳头专制不服。今天我们聚焦张伟丽职业生涯中最燃爆的5大战役，每一场都颠覆认知，每一拳都震撼世界。第一场比赛就强大到令人咂舌，他就是巴西拳王安德拉德，天生神力让他战无不胜，更被誉为巴西打桩机的美称。赛前无数老外嘲讽说中国选手只配当人肉沙包，张伟丽用行动演绎了什么叫物理打脸。By keeping her championship belt here tonight. We are underway 5 possible. 安德拉德开局猛攻，想通过拳击优势完成 KO， 殊不知这些破绽只是伟丽布置的陷阱，很快就抓到了绝佳的反击漏洞。Young opening with kicks, and that's going to be her key to victory in this fight. She's got to move around and use those kicks. She can't stay in the pocket like that because Andrade looks to fight like this. Wow! Whoa, clipped! And now knees to the body from John. Wow! Elbows up top. This is bad for Andrade. Is this the moment? Oh, my word. This is their heavy First knees. minutes. This is not John good. Weili hits her down. John Weili. 42秒，42秒终结对手，赢得比赛。正如现场外国解说所言，张伟丽创造了奇迹，并且没费多大功夫。老铁们千万别走开，下一场更精彩。2020年3月8日，张伟丽迎战波兰魔女乔安娜。赛前乔安娜嗤笑，张伟丽绝对活不过第一回合，甚至邀请美国专业动画团队制作和张伟丽对决的动画。动画中的乔安娜对张伟丽拳打脚踢，然而赛前叫的有多狂，比赛中挨的就有多惨。Right hand just out of range. Oh, solid right hand by Joanna. Oh, she's feeling it. Yeah, she's fighting very well right now. And as long as it stays at kickboxing fight, right hand landed. Weili with that right hand. She is fast. She is swelling under that right eye, but starting to fight. Oh, right to the nose. 在第一回合当中，乔安娜利用臂长优势拳脚对轰，虽然进攻频率相仿，但准确率却逊于伟丽，导致在战斗中被伟丽重拳爆头，额头的红肿逐渐影响到视力。所以在第二回合当中，伟丽真正打出了女战神的无畏和气魄。Joanna's got a big hematoma on her forehead now. And in my eyes, it looks like she's coming on very strong here. Nice overhand right. Oh, my Oh, history as predicted by the former champion. fight. She's similar with her fingers. Oh my God, look at her head, man. Look at her head. Get some ice. 比赛后双方冰释前嫌，正所谓英雄惜英雄。不过乔安娜还是为赛前的狂言付出了应有的代价，额头红肿酷似南极仙翁。赛后伟丽大方说出了内心的想法：我拼尽全力去赢得比赛，然后可以赢得比赛，我非常高兴。我觉得在这个八角笼里面，我觉得所有的人都值得尊重。我不希望在八角笼里说垃圾话。我觉得在这个平台上，我们都是舞者，都需要互相尊重。我们需要给孩子们做一个好的榜样，所以我觉得我们是冠军，我们不是暴君。第三战同样精彩，张伟丽来自中国，张伟丽对决东欧名将莉莉亚卡扎克。这是张伟丽2016年的比赛，早期的伟丽谦逊低调，属于实力远大于名气的选手。而莉莉亚就是如此，抱着刷小怪的想法来滑踢馆，殊不知即将迎接他究竟是怎样的惨状。价对他越来越高。对，张伟丽的比赛呢，确实是非常喜欢。比赛一开始，莉莉亚报价很低，妄想降低重心进行防摔。俗话说，怕什么就来什么。伟丽很快就抓到机会带摔，局面瞬息万变。速度也不慢，几次的后手跟后腿的攻击都比较有效啊。当然我们看这个单击，张伟丽一脚踢在对方看摔法一个摔法快啊，哎，看看啊，当然这得还得是配合虾形和身体的移动。好，观众朋友们，我们的直播时间马上就要到了。伟丽起桥将莉莉亚高高顶起，核心力量让人叹为观止。
莉莉娅的意志还算顽强，硬生生挺到了回合结束。经过第1回合的厮杀，莉莉娅一定会对韦利的抱摔严防死守。然而韦利又岂会不知，决定用莉莉娅擅长的领域，通过拳脚进攻来打一场漂亮的比赛。这个战斗种族的这种称谓啊，真是名不虚传啊。对，他站立上这种大范围的这种抡拳，也有几下确实砸到张伟丽的头上。这两个人的体力啊，经过这个长时间的地面搏斗啊，体力在这时候看得出来已经确实削弱了很多。对，其实看过很多女子比赛的。高边腿，高边上头。非常的清晰。张伟丽看似轻描淡写的一脚封喉，结果却忙坏了现场的医务人员。眼看莉莉娅持续昏迷，连忙为她插上输氧的机器。这一脚堪比加农炮的高边腿，强悍至极。女子选手却有着堪比男选手的力量。老铁们看得不过瘾，下一场同样精彩。第4场比赛的对手就是日本名将藤野惠宪。如果评出日本前3高水平的女性选手，那藤野惠宪一定是其中之一。80多场的战斗堪比老妖怪，无数亚洲选手惨败他的手下。他赛前表示自己从不打无名之辈，放眼打败张伟丽只是第1步，接下来要统治整个亚洲拳坛，所以这绝对是张伟丽最严肃，也是下手最狠的比赛之一。比赛一开始，藤野惠宪横冲直撞，看来他对伟丽的仇恨同样不少，毕竟抢走了他的无限风光。反观伟丽则是沉着冷静，咬紧牙关，用势大力沉的肘击造次创造一桩擂台惨案。通过慢动作不难看出，伟丽每一发重击都咬牙切齿，显然是动了真火气。但藤野惠宪作为日本名将，自然感觉脸上挂不住，所以即使狗血淋头仍旧不愿放弃。伟丽自然不惯他臭毛病，开启更猛烈的进攻。再打下去注定九死一生。藤野惠宪顶着额头的破洞，灰溜溜认输，被彻底打服。第5场比赛同样精彩。张伟丽到韩国踢馆迎战韩国名将徐艺坛。徐艺坛赛前表现的信心满满，可当比赛开始之后，这家伙就像个圆规，不断在八角笼逃窜。而这样的做法也并不难理解。众所周知，在韩国选手的面前，体育精神总是被无情践踏，摆明了徐艺坛想拖延时间，最终用主场优势点数判胜。没想到这家伙虽然长得丑，但想得挺美。伟丽果断选择快刀斩乱麻。파운딩 장웰리 서해담 선수 위기인데요. 서해담 끝까지 방어해주고 있습니다. 왼손으로 오른손 웨일리 장웰리。毫无疑问，张伟丽碾压之姿赢得比赛。还有谁？从月薪1500的健身房保洁到成为身价过亿的国际巨星，张伟丽用双拳打破了家徒四壁，也用不服输的精神充分印证了我命由我不由天的道理。这就是女战神张伟丽的封神之路，让我们一起为张伟丽加油，为中国力量呐喊助威吧。